新冠疫情爆发之后，中国网上出现了越来越多论出中国的讨论，许多中国民众在现实的压力下选择移民或暂时移居他国。而在过去呢，非法入境被称为偷渡，但现在被中国网民称作走线。大家好，我是 Jeff。在这波论潮之下呢，越来越多中国公民飞往拉美国家厄瓜多，因为他们在那里无需签证就可以入境，然后开始长达3700公里前往美墨边境的长途跋涉。在这期间呢，他们需要穿过巴拿马的雨林，一路向北到达美墨边境，再翻墙偷渡进入美国。那这是我在网上找到的墨西哥进入美国的走线路线图影片。厄瓜多是大多数人的起点。多数人会从厄瓜多首都基多坐大巴北上，一路前往哥伦比亚。一旦越境，就不再有合法身份了，也就是没有回头路了。接着就是搭船进入巴拿马，然后穿越达连隘口的大片沼泽及雨林。如果能够活着出来，出了雨林之后，由于绝大部分的人的目的地是美国，巴拿马并不会阻拦他们，会有专车将他们送往与邻国哥斯达黎加的边境放行。再来就是穿越哥斯达黎加、尼加拉瓜，一路到危地马拉，接着翻山进入墨西哥。途中遇到移民警察或当地黑帮索贿甚至打劫的情况并不少见，许多时候呢需要缴付现金才能通行。多数走线人士呢会选择从墨西哥的提瓦纳进入加州，接着去自首并申请政治庇护。暂时获得自由之后呢，他们大多数人会前往丁胖子广场，这里是南加华人社区最集中的地方之一，也被称为所谓的新手村，是许多新移民找工作联系律师的地点。路透社过去在美国德州东南部偏远的边境采访，目睹数百名中国偷渡客越境进入美国。受访者皆坦诚，他们都是从 TikTok 等社群网站中得知走线美国的资讯，并借此计划偷渡路线。根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数据显示，自2022年10月起的6个月，中国公民在美墨边境被捕的人数创有记录以来最高，比前一年的同期暴增逾15倍。2022财年有不到2000名中国公民越境进入美国，但2023财年的前5个月已经有4300人非法进入美国境内。德州政府网站报告，最近中国人非法入境的事件激增，自去年以来，在南部边境被捕的中国非法入境者增加了900%。此外，美国国务院的数据显示，2021会计年度中国公民的美国旅游签证拒签率达80%，2022年年度超过30%。这2年拒签率可以说是历史以来最高。不过，即使美国发签证的数量已经逐渐恢复至疫情前，但去年发给中国公民的签证数仍比疫情前低90%。从墨西哥偷渡到美国主要有2条路线，一条是东线进入美国德州，另外一条是西线进入美国加州。由于德州是红州，对移民比较严厉，而加州是蓝州，对移民比较友善，所以大多数人会选择西线进入美国境内，寻求人道主义保护。美国政府根据美国移民法必须让他们进来，但是要先关起来，通过恐惧可信度面试。然而，如果通不过的话，很有可能会被遣返。尽管如此呢，还有另外一条途径，根据美国移民法规的规范，若签证持有者或是过境者担心在原籍国遭受迫害，抵达美国可以申请政治庇护。美国司法部统计呢，来自中国的寻求庇护者在美国移民法庭的胜率高达58%。大量的偷渡者进入到美国呢，能解决美国劳动力短缺的问题。在美国一些法官看来呢，移民对社会也是有贡献的。有些法官、移民官甚至认为，偷渡者实际上是很有决心要成为美国的一员的。来到这个国家没有3心二意，甚至还在这里，他们还佩服偷渡者冒着生命危险偷渡来美国，所以才常常会有报道说，美国这些年来的总人口数是净增长，而不是衰减或是老龄化。那前一阵子无意间看到了相关的新闻，稍微研究了一下之后觉得很震惊，想不到这么多人透过走线的方式偷渡进入美国。我曾经在圣地亚哥读书，虽然时有耳闻这样子的事件，但从来都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人在冒险穿越美墨边境。会做今天这集影片呢，不是要鼓励偷渡，而是希望能有更多人发现并关心到这个议题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。如果喜欢今天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那我是 Jeff， 我们下次再见 ，See you。